在浙江台州里海市的一家塑料制品厂，曾经繁忙的生产线如今停滞无声。这家工厂深耕海外市场20多年，75%的厨房用品销往美国，但如今订单大幅缩水，仓库里堆满了无人问津的产品。老板李强面对积压的库存，语气沉重，干了20多年外贸，今年是最难熬的一年，感觉这生意快到头了。中美贸易战的高关税如同一把利刃，狠狠刺向中国外贸企业的命脉。订单流失，工厂停产，工人下岗，曾经的世界工厂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。中国党媒央视27日罕见披露，浙江一家外贸企业因美国关税上涨，订单损失超1.5亿元。这不是个例，而是无数中国外贸企业的缩影。更残酷的是，国内消费市场疲软，外贸转内销成了镜花水月。工厂老板们在绝望中挣扎，消费者无力接盘，中小企业成了贸易战的最大牺牲品。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究竟谁来买单？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打响，关税壁垒不断加码。2025年，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已从最初的10%至25%飙升至50%以上，覆盖从玩具到家具的几乎所有品类。央视报道，浙江台州一家深耕海外市场20多年的企业，75%的产品销往欧美，如今订单损失高达1.5亿元。老板李强坦言，美国客户直接说，关税太高，成本扛不住，只能找其他国家供应商。类似的故事在全国上演。东莞的中旺玩具厂老板陈女士，18年外贸生意从未如此艰难。她回忆与美国老客户的谈判，语气中满是苦涩，加税25%时，我们还能咬牙一人一半。关税涨到50%多，我连报价都不敢看了。陈女士的工厂为全球高端品牌代工，利润本就微薄，如今订单骤减，生产线停摆，工人们晚上9点40分还在加班，只为赶制最后一批货。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，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15.3%， 2025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滑至20%以上。美国是中国第2大出口市场，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6.7%。关税战直接导致中国外贸企业订单流失，中小型企业首当其冲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出口总额为3.59万亿美元，同比增长1.5%，但增速创近5年新低。其中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玩具、家具、纺织品出口额下降明显，同比减少8.7%。这些产品正是中小外贸企业的支柱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订单流失的背后是供应链转移。央视报道，一些企业尝试将生产环节转移到越南、印度等地，但物流成本和管理成本激增，利润被进一步压缩。商务部研究院2024年报告指出，近30%的中国外贸企业因关税压力选择出海设厂，但超过60%的企业表示短期内难以盈利。面对外贸寒冬，中国当局大力鼓吹外贸转内销。4月26日，湖北武汉启动外贸优品中华行活动，200多家外贸企业现场展示，试图打开国内销路。广交会也首次将展品搬到线上，鼓励企业开设网店。京东、盒马等电商平台宣称，将采购不低于2000亿元的出口转内销商品。永辉超市、华润万家等零售巨头也承诺为外贸产品开通内销直通车。然而，现实远比口号残酷。广交会2期展商阿联无奈地说，展会就是交朋友，根本没人下单。他展示的高档餐椅，一把20多美元，吓跑了一带一路国家的采购商。俄罗斯客户倒是来了不少，但只买便宜的必需品，外汇都进不来。
阿联苦笑，现在英语都不重要了，南美客户讲西语，我们靠翻译软件沟通。更尴尬的是，传统外贸企业转型电商困难重重。阿联的工厂只做传统贸易，参加展会是开拓客户的主要方式。如今欧美订单锐减，区领导建议他们做电商，但老板直言做电商要招团队、投广告，成本太高，哪敢轻易尝试。家具作为非快消品，售后复杂，国内消费者更倾向于低价产品，外贸企业的高端货无人问津。外贸转内销最大的障碍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极度疲软。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3月，北京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跌 9.9% 至1049亿元。上海更惨，商品零售总额1280亿元，同比下降 14.1%。两大一线城市消费遇冷，折射出全国市场的低迷。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47.15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3.5%， 但增速远低于疫情前的 7% 至 8%。居民消费信心指数持续低迷，2025年第一季度仅为 69.2， 创历史新低。房地产市场低迷，就业压力加大，收入增长放缓，让普通消费者捂紧了钱包。河北的肖女士坦言，她愿意买外贸优品，但更看重价格，淘宝上便宜我就买，京东太贵，习惯不了。她还指出，国内低端产品的质量远不如外贸货，但外贸转内销的价格往往偏高，普通消费者难以接受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外贸转内销的背后隐藏着质量与价格的潜规则。外贸商 Karen 向媒体透露，出口和内销是两套标准，外贸产品必须通过严格质检，不良率超 1% 就要整批退货。内销就不一样，残次品直接卖，价格还贵好几倍。以玩具为例，出口美国的成本$30，售价$50，利润$20。而同样的产品在内销市场，残次品可能卖到200至300元，消费者却浑然不觉。Karen 感叹，中国老百姓承担了高价低质的代价，外贸企业却靠这个活下去。这种现象并非个例。中国外贸企业长期依赖出口优质品、内销次品的模式，国内消费者成了最终买单者。但在消费疲软的当下，这种模式正在崩塌。肖女士直言，低端产品的老板估计要完蛋，质量太差，拼不过外贸货。北京高喊不惜一切代价打赢中美关税战，但代价是什么？是无数中小外贸企业的倒闭与工人的失业。原大陆商人杨占群痛心地说，福建晋江一个城市的低端加工业就能满足全球需求的1/3。外贸停滞，国内市场哪消化得了？海关总署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中小外贸企业数量减少约 12%， 破产企业中 80% 以上是劳动密集型产业。杨占群认识的一位服装厂老板，专做欧美订单，如今已停接新单，工厂濒临倒闭。中小企业主就是牺牲品，中国的内循环就是空话。他愤怒地说，北京的内循环梦想试图通过国内市场消化出口商品，但根本不现实。上海2025年3月消费同比下降 14%， 北京下降 10%， 消费者哪有能力接盘？中国人的消费力这几年只减不增，内循环就是纸上谈兵。外贸企业并非没有尝试自救。陈女士的玩具厂正忙着打造自有品牌，试图在国内市场分一杯羹。但她坦言，这一年是生死线，国内市场打不开，后面就没机会了。张先生则将圣诞元素改为中国节日图案，寄希望于电商平台，但市场反应冷淡。更讽刺的是，少数外贸商却因贸易战意外获利。身在美国的 Karen 表示，他的订单不减反增，
因为美国客户对中国的不安全感让他成了信任代理。但这种个例无法掩盖行业的整体困境，绝大多数外贸企业仍在寒冬中挣扎，转型无门，生存无望。中美贸易战已持续7年，中国的世界工厂光环正在褪色，工厂停摆，工人下岗，订单流失，内销无门，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无数家庭的生计与希望。中国的内循环口号喊得响亮，却掩盖不了中小企业倒闭的惨状与消费者的无力。所有的经济代价最终都会向消费传导，消费者永远是经济的终极买单者。但当消费者也无力买单时，这场贸易战的代价又该由谁来承担？是那些彻夜加班的老板？是失去工作的工人？还是整个国家的未来？